亲身体验中国最富之城。这是中国人均最富裕的城市，人均 GDP 排名全球第2，远超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今天我将去亲身体验这座纸醉金迷的赌城——澳门。我从深圳出发，坐大巴经过深中通道，直接抵达珠海的拱北口岸，然后从拱北口岸进入澳门。特别要说一下深中通道，全长24公里，一部分是海底隧道，一部分是海面上的大桥。这就是大巴车行驶在海底隧道的视频，想象一下自己穿行在海底，突然有了一种幽闭的压抑感。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宽、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钢壳混凝土海底沉管隧道。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把32节空心钢壳管放到海里连接起来，就形成了这个隧道。上到海面大桥部分，视野一下变得非常开阔，风景非常壮美，巨龙一样的海上桥梁，一眼望不到头，这样的巨型工程简直令人惊叹。海面浩大，远处的岛屿不知道是广州的南沙还是中山的什么岛。50元的巴士车票，我更觉得像是买了一张50元的景区门票，强烈建议大家体验一次。到达拱北口岸时，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前往澳门的入口，那是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原本还约了好几个兄弟一起进行澳门游，其中一个兄弟用竹签戳鸡排戳到了手指，要住院半个月；另一个兄弟练书法，打开一瓶过期墨之后头晕脑胀，反胃失眠，需要调养半个月；还有一个兄弟最近精神萎靡，去看医生，被诊断为宫寒，建议在家静养。最后只剩下我们4人同行。珠海的拱北口岸和澳门只隔着一条小河。珠海是中国4个经济特区之一，因为规模较小，发展的一般。跟珠海相关的有2位名人，一位是格力的董小姐，另一位是小米的雷总。雷总在珠海金山软件工作了15年，离开珠海后创立小米，开始了 Are You OK 的辉煌征程。作为雷总的老乡，我和他长得一样英俊，只是没有他高大多金，但同样有着实业报国的伟大追求。最近我12期分期付款购买了上市公司老总必修课程和 IPO 终极秘籍2套课程，想要在商界大展拳脚。口岸通关的人流量极其庞大，好在通关手续非常便捷，和去香港一样，刷通行证、刷脸、按指纹，全程自动化。顺利过境澳门，口岸前的公交车站场已经人满为患。澳门是一个提供很多免费薅羊毛机会的地方，许多赌场都设置了免费的穿梭巴士。看到标识牌上写着等免费巴士需要45到60分钟，我果断放弃，选择自己乘坐公交去大三巴附近，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可以刷，但车费也确实贵，短短几站路程，每人6元。澳门面积很小，面积只有 32.9 平方公里。中国平均每个村的面积是1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澳门也就相当于3个村子大小。澳门原本地方就太小，再加上澳门旅游在内地的口碑简直好到爆棚，网友们的评价都是澳门人热情真诚，服务态度好。大量游客的涌入，导致我在澳门每处地方都感觉身处在人的海洋。还有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到了澳门，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缩小版的城市模型和沙盘之中。澳门的面积约为香港的 3%， 人口为香港的 9%， 70万的澳门常住人口，规模相当于香港一个区。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24年度最富有国家及地区排行榜，澳门以 13.4 万美元的实质人均 GDP 排名全球第2。虽然澳门如此的富裕，但澳门的城市建设看上去却非常的陈旧。窄窄的路，两边满眼都是40年以上楼龄的房子，市政设施也看上去非常有年代感。总体上来说，城市建设的观感上，澳门肯定是比不上香港的。虽说城市老旧，但我却发现了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豪华的垃圾站是自动感应开门的投入口。还有一个细节，垃圾站上方最醒目的文字是葡萄牙语，中文意思为我们的城市，清洁的城市。虽然现在澳门会讲葡语的人口只占 2%， 但因为长达400多年殖民历史的原因，许多建筑、街道名称、公共设施标识等都保留了葡萄牙文。另外，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当中葡平台，在联系中国和葡语系国家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合作中，保留葡萄牙文非常重要。我很多时候都会感到困惑，
葡萄牙这么小，如今籍籍无名的国家，当年居然也能在中国取得殖民地。经常在凌晨4点的马德里抹发胶的 C 罗，居然和我们中国人有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路过一家茶餐厅，决定去里边吃点东西。餐厅装修显得非常整洁，面积比较紧凑，每个卡座的位置很小，可以使用微信扫码点菜。我看了一下价格，略显意外，多数小份的点心和菜式都在20多元左右，这价格几乎和广州相差无几。传说中的澳门，那可是纸醉金迷、繁华奢靡的地方，茶餐厅的价格居然这么亲民，让我一个内地普通人都体验到不看价码的点餐自由。价格这么亲民，菜式的水准却一点都不低，看上去就感觉厨艺不错，干净卫生，甚至还有一些摆盘点缀。不但味道好，服务也很好。中途上菜有点慢，催了一下服务员，女服务员非常专业，应该是内地过来的务工人员，普通话非常标准。虽然因为食客满座而比较繁忙，但态度仍然很好，说这些菜都是现做的，会慢一点。他甚至叫我帅哥，而不是靓仔。最后结账206澳门元，使用微信支付，换算成人民币才188元。吃完东西，我们继续向大三巴出发。路过一家冰淇淋店，28元一小杯，买了2杯。那么问题来了，这49元一个的，到底是蛋挞还是冰箱贴？到达大三巴，场面太壮观了。我说的是游客的人数，广场上满满当当全是人。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炮台山下，是圣保禄大教堂前壁遗址。三巴是圣保禄的粤语谐音，为什么叫大？是因为还有一座小三巴教堂。明万历30年，也就是1602年，圣保禄教堂开始动工，并于1637到1640年间完工。清道光15年，也就是1835年1月26日，教堂被大火烧毁，仅余前壁、大部分地基和教堂前的石阶。在大三巴牌坊上，既有天主圣母的拉丁文，又有中文的圣母踏龙头，将中国式的狮子、佛教字符等许多佛教意象引入天主教的建筑艺术中，与西方艺术完美结合，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那么大三巴牌坊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专门去拍摄了一番。背面如今只剩下一堵墙，相比于前面雕梁画栋，后面非常朴实，还留有火灾的痕迹。最令我意外的是，这欧式大教堂的后面就是一座中式的哪吒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供奉哪吒的庙，它建于1888年，极具澳门民间色彩。远远的可以看到新葡京酒店。新葡京酒店的造型辨识度非常高，设计的初衷是说新葡京酒店的外形犹如一朵巨大的金莲花。但在我看来，总觉得它像奥特曼手中那个能发光的东西。每每在远处看到它巨大的轮廓，总能生出一些巨物恐惧来。坐在大三巴旁边的炮台山上，珠海的高楼大厦与澳门的低矮楼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同行朋友的一个背包遗失了。我们通过观看一路拍摄的照片，基本确认背包是遗落在冰淇淋店，于是赶紧返回。结局很美好，冰淇淋店店主用心地帮我们保管着背包，态度非常友善。为表感谢，我们又消费了几杯冰淇淋。澳门商家和香港商家做生意的方式有些差异。澳门商家的服务很像内地，进门会热情地打招呼，欢迎光临。整个服务过程言行也非常热情。在大三巴广场前面路边的商铺，甚至还会有员工在店外叫卖。香港商家则会平淡很多。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这只是两地商业形式和氛围的区别。我在香港的2次旅行，完全没有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所有的消费行为对方都非常敬业，让我感觉上也非常舒服。所以如果让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建议的话，我想说，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极个别香港商家的不良行为所影响。我觉得绝大多数香港商家都是敬业的，是礼貌的。举一个例子，有一张图片广为流传，就是香港某个小店贴出的告示，本店不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如果你看了这张图片，你就觉得香港真的有很多店铺不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那么你就大错特错。我在香港买了近20次东西，只有在深水埗的小店吃饭，这一次无法使用手机支付，其他的所有消费都是用手机支付的。而且深水埗那家小店的大姐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所以我真诚的建议大家可以把香港和澳门串联起来旅行，结果大概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接下来遇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条形成人流拥堵的街道，每个人都是被人朝裹挟着往前移动或者被阻挡。我当时真的害怕会发生踩踏事件，后果一定会很严重。由此可见，澳门是多么的受游客欢迎。我查了一下，这一天有70多万游客涌入澳门，也就是说，游客的人数超过了本地人。我又查了一下香港的数据，香港平均每天入境的游客在12万左右，也就是说，小小的澳门面积只有香港的3%，游客人数居然是香港的6倍。从另外一个角度，3个村子的土地上集合了近150万人，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可以说，现在的澳门已经被游客们宠爱到了极点。大三巴牌坊附近的店铺里，老年人的上衣只需要20元，对比澳门人的收入，相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这件衣服相当于2块钱人民币。庆祝春节的摆设和布置居然也使用了中葡双语。远处高楼上，中国银行的 logo 傲然独立。大楼底层的金铺里，帅气的导购小哥怀抱广告气球，思绪去了远方。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但是我们终究会等到下班的铃声。如果他这份工作可以拿3万的话，我也很想干。远处经过一队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个个身着盛装华服，有点像葡国的风格。转眼就到了新葡京酒店，进门就能看到巨大的水晶吊灯。澳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奢侈，仿佛是物欲的天堂。巨大的黄金工艺品惹得游客纷纷打卡留影。大堂里金碧辉煌，每一样布置都是珠光宝气。至于那个进行零和博弈的地方，没有办法拍照。本人从小忠厚老实，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便没有进去逛。出门后再回望新葡京，这个角度更加显得气势恢宏。接着我将步行去另外一个著名的娱乐酒店米高梅。同样，我不是去进行零和博弈的，而是要去薅米高梅免费的奶茶和点心。当走到海边时，风景突然豁然开朗，壮观的跨海大桥和高耸的澳门塔，以及澳门另外一个岛屿的高楼天际线。一座大楼上竖立着4面旗帜，在这样的场景中，国旗的面积永远是最大的。在路边发现2辆国产的电动汽车，看来澳门民众对国产汽车的技术是非常认可的。到达米高梅酒店，薅羊毛必须要经过零和博弈中心，我算是见识了各种机器和人工装备。周润发的赌神场景重新映入脑海。今天在澳门的行程比较紧凑，薅完免费的奶茶和点心，接下来就要继续薅免费的穿梭巴士回口岸。上车时被告知饮料和食物不能带上车，只得猛吸几口奶茶，然后轻装上车。这第一次的澳门之行略显仓促，我相信很快将会迎来我的第2次澳门之旅。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